为了报复自己的丈夫，竟开始收集孕妇留下的尿液，来伪造出怀孕的医疗记录，同时还制造出各种财政危机。趁着丈夫一个不注意，签下她更改好的超额保单，并且在结婚5周年的当天布置好谋杀的犯罪现场，留下更多让人起疑的破绽，而且还要忍痛给自己放血，竟比姨妈的量还要多出10倍。她将放好的血洒在橱柜上，然后把剩余的倒向地面，像蜘蛛侠一样缓缓地依次抹开。可做完这一切还不够，还需要制造出被人偷照过的痕迹。然而这神一样的操作却无法达到她内心的标准，于是又把地面全部清理干净，随后拿来一根铁棒，沾上盒子内剩余的残羹，还放进7月的壁炉里进行焚烧。而最后的最后，他将写了很久的日记本烧掉，遗留下那些最重要的部分。等他做完所有的准备，便开着二手市场买来的汽车，开启了永远消失的计划。随后男人下班回到家，却发现大门没有紧锁，于是放下手中的喵星人，到处寻找着妻子的踪迹。然而眼前的一幕竟让他瞬间呆在了原地，原来是客厅里的座椅凌乱不堪。很快警察便来到了他家，询问男人家里的具体情况。当看见破碎的家具后，探员便想到处寻找下线索。他不仅发现熨斗发着余热，还看到了橱柜上的细微血渍，并对位置做好标识。同时他还发现，男人的妻子不仅是名心理学讲师，还是他仰慕已久的作家，出版的《神奇艾米》更是风靡全国。为此邀请男人回警局做个笔录，并对他的血迹和指纹进行提取，同时对妻子的手机和信用卡进行追踪。随后探员开始询问家庭情况，原来2人刚从大城市搬来1年，在这里并没有什么朋友。当询问妻子血型时，男人竟对此一无所知，这让探员感到十分的诧异。可由于妻子在全国有大量的粉丝，于是警方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寻找。同时男人和岳父岳母也有参与，还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，目的则是希望动员粉丝们能帮警察提供妻子更多的失踪线索。当岳父表示在粉丝中就有妻子曾经的2个前男友，其中一个分手后想过自杀，而另一个却变得十分的暴力，为此他们便怀疑女儿遭受到了报复。很快警方对男人家进行取样，发现不仅只是橱柜上，就连地面也存有大量的血渍。警方需要做一次样本提取，同时助手也获得了大量信息，凡是家里的车子、房子，还有信用卡上的系列生活账单，都是在妻子的名下，并且包括男人经营的酒吧。可这些都不是探员所关心的。这时另一个警员表示，他们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份信件，这也给探员找到了破绽。 Well, we have our first clue. 他拿着信封找到男人，让他解开里面的文字谜团。没想到男人立马就想起了什么，他兴致勃勃的就要解密。原来所指的方向是他的办公室。然而刚一进门，男人就发现了键盘上的第2封信。Hey, handsome man, let's go undercover. You'll be the spy, I'll be his lover. Let's head on over to the little brown house. 这时探员发现书架上的羽绒裤，当询问是否属于男人 These yours? No. 探员赶忙打包拿回警局，同时询问男人什么是棕色小屋，可他却说不知道。为此探员只好拿走那封信件。然而到了晚上，男人火速来到了指定小屋，开门后第一时间就要解除警报。然而刚输完一次，警报却没有成功解除，于是他再一次输入，结果直接触发了警报预警。此时电话铃响起，当他不耐烦地接听电话时，看到了妻子留下的第3封信。还不等他拆开信封，探员就随之赶到了现场。他赶忙挂掉了电话，同时把信件隐藏了起来。当探员询问他为何来到这里，他却说这是父亲的房子，自己是来清理一下卫生而已。这让探员没有多问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。回到家后，男人立马开始解读里面的谜团，瞬间让他倍感不妙。直到第2天，探员带着一张清单找到同事，询问是否看到上面的东西，可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，甚至他们搜遍了整栋房子，也没有看到清单上的物品。而在另一边，男人准备在姐姐家暂住，可姐姐感觉男人似乎有所隐瞒，她希望男人能告诉自己，因为就在刚刚，电视里播报了他妻子失踪的新闻，并抓住他在妻子照片前的笑容，大肆宣扬男人的不忠。这种煽动是非的言论，必然引得姐姐对他的怀疑。当男人否认没有隐瞒，姐姐就没有继续过问此事，只能先回房间休息。但很快，男人就收到了一则短讯。于是他赶紧开门查看，却并没有发现任何人影。这时车库门口异响，他走近查看，原来是他的学生，也是男人的爱慕者。为了不打扰房间里的姐姐，他赶忙关上车库门和灯，把女孩拉到客厅坐下，并不断叮嘱女孩，这段时间最好是不要往来。You buy my presents in cash. I'm not stupid, Nick. I know, sweetie. Did you leave a pair of red panties in my office? No, maybe. 最终在女孩的软磨硬泡下，他释放了这几天的所有压力，直到早上，女孩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但这一切都被姐姐全部知晓。没想到男人连姐姐也欺骗，这也将姐姐的怒火点燃。她把新闻重新给男人看了一遍，而迟钝的他这才明白，自己竟然已经名声尽毁，成了不折不扣的渣男。为了挽回这种局面，在一次粉丝首页会上，他主动站出来表态，不仅否认了犯罪的可能，还强调了对妻子的爱。此时昨晚的女孩也在台下，并用唇语怒骂着男人。为了洗白自己的冤屈，他不断发表着各种有力说辞。突然远处一个孕妇怒吼 What did you do to your pregnant wife? You tell Mammy was 6 weeks pregnant.
这让众人大失所望，同时给了男人一个致命一击。最后在警方的保护下，狼狈地离开了活动现场。可即使回到了家，他也逃不过探员的盘问。他甩出照片，里面全是妻子与邻居的合照，显然孕妇的话都是事实。然而男人还想解释，结果探员拿出了更多的疑点，不仅有伪装过的搏斗痕迹和被清洗过的血迹，还有那极度堪忧的财务状况，里面全是购买的高昂物品清单。而最重要的，则是妻子价值几百万的人身保险单。 You filed the paperwork. Because she told me to. 还不等男人过多解释，这时探员接到一通电话，原来是医院那边打来的。他们查到了妻子的医疗记录，显示妻子真的怀有身孕，这让男人愤怒不已。I don't want to talk to you again, ever, without a lawyer. 因为他明白所有的证据都是指向自己，他就是那个杀死妻子的头号嫌犯。当姐姐再一次找他时，他却表示这一切都是妻子的阴谋。为了证明自己，他拿来了一个盒子，里面正是夫妻俩去医院的检查报告，上面显示的是人工受孕记录，自己已经做完了程序，唯独只有妻子没有完成最后一步。而另一边的警察也没有闲着，他们来到那个棕色木屋，继续寻找着关于妻子的线索。当时在小屋巧遇男人，想必也是男人隐藏尸体的地方。当他们来到地下室，却看到了打开小门的炭炉，而里面正好有本没烧完的日记，这正是妻子的日记本，上面记录着两人的点点滴滴。他们在一场作家聚会相遇，是男人带他逃离聚会，然后来到暗巷中的一个面包店。那晚两人就恋爱了，直到朋友的一次婚礼上，男人向她求婚，最终走入了婚姻的殿堂。至此，每年的纪念日，两人都会玩一次寻宝游戏。在别人的眼中，他们是最美满的夫妻，也是所有人都向往的生活。而这一切都被次贷危机打破，这不仅让两人双双失业，也给整个出版业造成重创。此次男人不再幽默，也不再知情识趣，整天都在家里玩着各种游戏，还会买各种昂贵的电子产品。这也让妻子成了一个泼妇，整天都会因小事在男人面前唠叨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何时变了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错了。直到一天晚上，妻子渴望获得一个自己的孩子，来挽救这个即将破碎的家庭。最终两人爆发了矛盾，争吵之下，男人对他动手了。妻子第一时间感受的不是疼痛，更多的则是恐惧，感觉男人已经彻底变了，不再是那个关心爱护自己的丈夫，而是时刻都想杀害自己的仇人。然而日记就写到了这里，探员似乎感觉到了妻子的悲剧，他们认为男人就是凶手。而在另一边，男人破解了第三封信的字谜，他来到妻子指引的方向，竟然是姐姐家的后院。当打开木屋大门的那一刻，他彻底傻了，里面竟全是妻子买下的所有东西，价值高达10几万美元，而这就是他的5周年纪念礼物，也是妻子送给他杀妻的间接证据。同时里面还有一封信件，里面的内容更是充满了挑衅。原来妻子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在监狱里过完余生。然而要想让计划更加完美，女人又拿起了一把榔头，并朝着自己的脸部砸去，然后剪掉多余的头发，再拿出染发剂涂满整个大脑，还包括细小的眉毛。等她做完所有的变装后，再细心的处理掉残留的痕迹。而她之所以这么做，都是为了让自己彻底消失。接着她开车来到远郊，准备在这里租下一所公寓。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，她连微信、支付宝都不敢使用。随后采购了大量生活用品，开始享受独属自己的生活。然而她还有一本日历表，上面写着报复丈夫的所有计划。再通过老式电脑查询，了解到自己消失案件的进展，同时也如她所料，丈夫也成了那个杀妻嫌疑人，并且遭到网民的谩骂。显然这都是女人想要的，但人算不如天算。在一次与邻居打高尔夫时，兴奋过度的她跳了起来，把随身携带的钱包掉在地上，顿时就引起了邻居的注意。果不其然，在她清理指纹准备离开时，就听到了响亮的敲门声。开门后发现正是邻居两人，她本想阻止他们进入，但还是被小伙强行闯进。当女孩关门的那一刻，她就倍感不妙。显然两人是有备而来，他们此前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找出女人藏钱的地方。可翻找了半天，却什么也没有找到。为此他们开始威胁女人，眼看女人无动于衷，他们只好强行抢走身上的钱包，里面全是满满的100元大钞。等他们满意的离开后，女人发出歇斯底里的呐喊，这完全不在计划之内。之后她拿好行囊，用仅剩的一点点零钱给那个最爱她的男友打去了电话。很快她来到了约定的地点，并将车擦拭得干干净净，避免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。很快前男友科林便找到了她，她谎称自己遭到了家暴，想要离婚，却被丈夫用死亡威胁自己，还称自己一旦被找到就会被丈夫直接杀死献祭，而自己因为害怕只能选择独自在外漂泊。这让科林很是同情，决定把她安顿在自己的别墅里。可当两人准备离开时，新闻播报了最新的案件进展。一位名叫安迪的女孩声称她与丈夫曾经有过私情，并且宣称都是遭到丈夫的欺骗。还不等女人愤怒，父母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，还决定不再与丈夫来往，同时坚信丈夫与自己的失踪有关。然而另一边，男人找到了自己的律师，把所有的经过全部说了一遍。听后律师立马告诉男人，只要他肯出钱，一切都包在他的身上。随后他通过律师的能力找到了妻子的前男友，并且从他的口中得知妻子曾经陷害过他，还把正常的情侣私密关系演变成一起强奸罪。最后男友没有办法，只能和谈，和妻子做了个变速交易。虽然强奸罪并没有成立，但在往后的8年里，他
他都因为这起案件找不到工作，这让男人感觉妻子很不简单。很快探员再一次找到他，并当着男人的面打开了姐姐后院的小木屋，里面全是妻子买的电子产品，这也是他杀妻的动机之一。为此，男人被带回警局，探员拿出他们找到的所有证据，一本妻子的日记，还有他杀害妻子用的铁锤。但还好有律师的帮助，他成功摆脱了警察的逮捕，可依旧不能随意出行，只能待在房子里等候听令。为了挽回男人的声誉，律师给他安排一场访谈节目，让他大方地承认自己是个渣男，以博取网友们的同情与支持。可令律师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改变了原有说辞，把目标对准了自己的妻子。Amy, I love you. You're the best person I've ever known. And I've taken myself to the woodshed for the way that I've treated you. And if you come back, I promise I will spend every day making it up to you. 他这深情的告白触动了女人，因为她从小就在一个优渥的家庭，不仅有出众的外貌，还有无人比拟的智商。如果不是那一次与丈夫邂逅，她也不会在家人的反对下，毅然决然地嫁给丈夫。然而在她经过酒吧路口时，刚好巧遇丈夫与安迪，但让她没想到的是，丈夫竟用同样的方式示爱，这才让她有了策反之心。可如今的她却很想回到丈夫的身边。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，柯林却在别墅里装满了监控，对她就像对小鸟一样，将她彻底囚禁在了这里，甚至还要把她占为己有，这让女人很不甘心。于是有了新的逃跑计策，她趁着柯林出门上班的时间，将身上的睡袍脱掉，然后拿绳子在小腿上缠绕2圈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将睡衣放进红酒杯，并在大腿上擦了擦，最后一头撞上玻璃窗，让监控完整拍到她的惨状。而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伪造出被侵犯的录像。等柯林晚上回家后，她又热情似火地迎了上去。可柯林哪里知道，她竟在枕头下藏了凶器，以最快的速度划破喉咙。仅仅只是1分钟的时间，女人就把强壮的柯林杀害。等到第2天早上，她就满身红色的回到家里，然后可怜兮兮地抱住男人。You fucking bitch. 这也给所有记者拿到头条。很快，医生经过检查，确定了女人曾经受到侵害，而且下面还有白色残留物。随后，警方对女人进行盘问，她却表示在消失的当天，前男友突然登门拜访，并且还想强行占有自己。最终，她搏斗失败，只能被带进了他的私人别墅，每天晚上都遭受侵犯，不仅不给她吃喝，还把她像狗一样困在里面。如此凄惨的经历，让一旁的警察都倍感伤心。同时，女人还表示，别墅里到处都是摄像头，她希望把录像全部调取出来。最终，女人被拯救，而男人也摆脱了杀妻的嫌疑。等2人回到家门口，竟装模作样的回到家里。当把大门关上后，男人就开始质问女人 You need to tell me exactly what happened. Take off your clothes. I need to make sure you're not wearing a wire. 最后2人全身赤裸，女人把所有的经过告诉了他，同时全世界都站在了他这边，导致男人再也不敢离开。男人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的妻子竟然是如此的心机。经过这一战之后，女人的名气变得越来越大，男人也被她彻底拿捏。 Right now, it's all about our marriage. When two people love each other and can't make that work, That's the real tragedy. Kiss my cheek. 直到2个月后，他送了一份大礼给男人。当打开盒子后，得知竟然是妻子已经怀孕了，但男人却感到十分的疑惑。这段时间从没有碰过她，孩子又是从何而来？当得知女人偷偷完成了人工受孕，他又愤怒地把女人摁在墙上。I'm the cunt you married. The only time you liked yourself was when you were trying to be someone this cunt might like. Look, you're delusional. I mean, you're insane. Why would you even want this? That's marriage.